婚前夕，程少商正憧憬着未来美好的夫妻生活，而他却在策划一场复仇计划。当程少商洞悉一切真相赶来阻止他时，凌不疑早已经杀红了眼，屠尽林家满门。他一身红衣，他满身是血。于困境之中，他一袭红衣策马奔来，他倚靠在心爱之人的身后，后面是一大群追兵。为了不连累他，他冷眼对他，骑马追牙之前推开他，他却生死不明。明明知道他最怕被抛弃，可凌不疑还是为了复仇舍弃了程少商。他让他成为了全城的笑话，他却在殿前拼命为他求情。程少商用了5年的时间来治愈这段情伤。凌不疑在边塞早已后悔当初的所作所为。凌不疑听到程少商和袁慎订婚的消息后，赶紧从边关回来。他嘴上说着放下，但是真的听到程少商订婚的消息又受不了了。5年的时间真的让人物是人非了。程少商身边已经有了袁慎，凌不疑身边也有了骆继通。当然，程少商是真的放下了，而凌不疑不是。就像是两人手臂上的牙印，明明凌不疑咬得更深，但是程少商手臂上的疤痕却要快褪去了。5年后，死皮赖脸求娘娘原谅他。凌不疑前脚和太子说会好好娶妻生子，延续血脉。太子还和皇上说了，皇上和太子两人一琢磨，坏了，凌不疑还是只想要程少商。果然，死皮赖脸去求娘娘原谅他，哭唧唧地拉着少商的手说：“你不能不要我。”哇啦哇啦，准备煽情来了一大群人。可怜的凌不疑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。程少商经历了3次推婚后，还是和凌不疑走到了最后。婚后，程少商陪凌不疑一起外放为官，凌不疑成为了当地的州牧。程少商假扮成程少公，还调戏了当地女装的小土司。凌不疑给当地带来了新的文化，鼓励农耕、兴修水利、清除盗贼，甚至规划更多的当地土民。而程少商也长成了萧主任所想象不到的样子，他把府邸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婚后的2人生活非常甜蜜。州牧夫人顺着丈夫的下巴到心肠的脖颈，啃了一口喉结，最后吻入州牧散开衣襟的胸膛。或州牧身高力壮，双臂一抬，便将夫人整个举起，吻她的耳垂与颈窝，再往下。还有一回，夫人亲自给州牧剃须净面，阿秀盘腿坐在廊下背书，时不时回头看见夫人柔情似水地抚摸着州牧的面庞与颈项。州牧一手搭在夫人盈盈一握的腰肢上，两人四目相对，说不尽的情意绵绵。阿秀背完书就回去了，走时忽想到州牧一只手搭在夫人腰上，还有一只手呢，哪里去了？阿秀努力回忆，夫人的下衫很宽大，袖子尤其是宽大。哎呀，州牧的另一只手好像伸进了夫人的袖子里去了。不得不说，凌不疑是真的很会撩。程少商的3段感情经历中，楼瑶和袁慎都是喜欢上了程少商这么有趣的一个小姑娘，但凌不疑是见色起意。程少商有非常有趣的灵魂，很多人都难不被他有趣的灵魂所吸引，连后来的小土司阿秀也是觉得他说话很有趣，唯独凌不疑坚定地喜欢他的美色。凌不疑和程少商婚后生了好几个孩子。搬家刚出场的时候，小编一度觉得他是程少公的官配，却没有想到他对泱泱一见钟情了。他曾经说，如果见到心仪的女子会出现电闪雷鸣，结果他真的遇到了这么一个人。搬家虽然出生世家，但是因为父母早亡，搬家急需一个强壮的妻族。明显程家还不够格，而且泱泱的父亲还是白身，因为是独苗苗，搬家从小被宠着长大，但是却因为结婚的事情挨了打。但是又因为奇怪的属性，搬家3人未婚妻都去世了，这下子反倒变成了程家不满意这门婚事。毕竟搬家家世再好也不能克妻呀，还是找了巫师算命，程家才同意将泱泱嫁给了搬家。婚后2人很甜蜜，搬家带着泱泱游历四方，写下了很多游记，见识了远方的高山、西域沙漠，就连后面袁善见的儿子看了他写的游记，都嚷嚷着要出去游历呢。程少公也终于遇到了心仪的姑娘，只不过这个姑娘喜爱修仙，程少公想要留住她，简直要费尽心思。程少公的妻子早就在2人成婚的第2年就想要离家去修仙，当时正好发现怀孕，绊住了脚步。第2次是萧主任发现的及时，
后人两人长子成婚了，依旧想要离家出走修仙，陈少公只好装病挽留。袁慎一把年纪的时候，每次打开库房还会想到陈少商会喜欢的东西，想要送给他。其实小编喜欢《星海灿烂》这部小说，是因为它里面的人物都非常的出彩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而不像别的小说那般只是为了推动主角的剧情而产生的工具人。而这部小说每个人的性格故事都是个性分明的。